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我的6、7月爱用品。这2个月我真的是默默收集到了一些让我非常惊艳的产品，有好几样都变成了每天爱用，就想说赶快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希望也可以烧到你们。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第一个要分享的呢，其实是我送我男朋友的礼物，但它不只是一个很好的送礼物选择，它同时也非常造福我自己，那就是Patagonia 的包包哦。这2个包当时我在买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它们的配色实在是太好看了。它就是这个深灰色，它就是这个深灰色，然后配上他们家很经典的这个绿色，然后这边的 logo 呢是棕色的，非常的内敛，但是又很有质感。那小的这个的配色呢，就是一样的深灰色跟绿色，然后跳了一个亮黄色出来，也非常的好看。实际上出门玩，然后用了它们之后，就发现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实用非常多。大的这个呢，可以装男生大概4到5天的行李量。那如果是我们2个人一起出门，然后行李想要装一起的话，大概可以装3天2夜的行李。然后我的保养品啊跟化妆品都装得进去。它里面呢是没有隔层的，就是一个这样很大，然后方方正正的空间。可是这样的包型其实反而蛮耐装的，你可以完全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去把这个行李装满。然后它这里面的这个网格的隔层呢，是装得下13寸的笔电的，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出门需要带着电脑的话，也可以一起装在这个包。但是呢，它这边就是没有任何的防撞，没有加厚，所以我们会自己装电脑包，然后再放到包里面。然后它前面这边有一个小的拉链带，可以稍微装一些小东西。它的本意呢，其实是可以让你把你的 duffel bag 折得非常小，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小包包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包我觉得很赞的点是，它可以变成一个后背包。它的背带是有厚度的，所以会有一点减压的功能。那对很多男生来说，就是喜欢解放双手嘛，他们就这样直接一个后背包，里面就可以装4、5天的行李，真的非常的方便。再来呢，就是这个小的肩背包，这个我真的自己超级喜欢。它是这样小小的一个，然后它前面的肩带设计也非常好看，所以不管你想要就是包背在后面，还是这样包背在前面，都是一个非常好搭配的小单品，然后同时又非常的实用。首先呢，它有一个大的隔层，然后这个大隔层里面又有隔板，所以你可以装2层的东西，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小隔层。但虽然说是小隔层，但它的大小也是这么大，就只是有3层的意思。然后它的背带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钥匙层，那有时候如果你把这一边背在前面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把你的卡夹放在这里，就会更安全。然后它整个包的背面这边都是那种有厚度的减压层，而且它是透气的那种，所以也比较不会热。对我来说呢，最造福我的点就是因为平常我们出门玩，我都会有一台相机，然后又有一台摄影机，然后甚至还会有一瓶水，那东西就很多很重啊。那自从它有这个包之后，它就会带出门，然后就可以帮我分担重量。这个包呢，它装得下我一般那种微单的相机，然后也装得下我的摄影机。它大概可以装这样一个 bottle water， 然后再加一个摄影机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我只需要拿1台相机就好，非常的解放我的双手。总之呢，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礼物，它可以送给你男友，同时又非常造福你自己，非常推荐。下一个我这个夏天的爱用品呢，是这个 Athleta 的防晒外套。这个真的是有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当时在店里面看的时候，我以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白衬衫，然后有一点防晒效果。但实际上去摸了它的材质之后，发现它真的是那种防晒外套的材质，可是它却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看的衬衫版型。然后它同时呢，保有着一点透肤的效果。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可能就是它在这种光线下的时候，它其实是会有一点透出你就是底下的这个肤色。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就会让你说在夏天还是保有那种轻盈感、那种呼吸感，不会觉得好像是一件很沉重的外套就是压在你的身上。可是它同时它的版型又是就是有挺度的，所以会让你觉得整个人是有精神的。然后这个材质呢，它的肤感非常的滑顺，它完全不会就是粘在你的身上，然后让你觉得说哇很闷很不舒服。所以这是我近期呢夏天很喜欢的一件小外套。再来呢，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整理头发很喜欢用的小东西，是这个 Day 的头发的造型乳。它是写 Cactus Fruit 3-in-1 Styling Cream， 然后我不是很确定它的仙人掌是指它的味道，还是它里面真的有仙人掌的成分。但总之呢，这是我最近发现用来整理头发非常好用的一款造型乳。那最开始我会用到这个呢，是因为 Sephora 它的生日礼里面有其中一个组合，就是有这个小的造型乳，它正装是大条的。那它的好用之处是，它可以很好的整理你的头发到一个有弹性、有光泽，然后没有什么那种碎
碎发毛毛的感觉，可是同时它不会让你的头发有任何厚重的发胶感，你头发不会变得硬硬的，然后也不会有那种发胶的那种反光，这是我觉得它非常厉害的地方。然后它的味道呢，也是一个就是甜甜的水果香吧，你们看一下，它挤出来就是这个乳状的，然后你就可以拿来抓你的头发呀。然后我最喜欢的是，我会拿来把我上面的小碎发就是贴平一下，就是这样揉一揉，然后它可以让你的头发看起来是有被整理过的，有光泽，不会很混乱的感觉。这个造型乳可以保持你的头发还是这种柔软的，然后有弹性的感觉，可是同时它又可以让你把你的头发整理成你想要的样子。它也很适合你拿来，如果你今天想要梳一个 slick back 的发型，然后整个很贴，或者说像我今天就是我想分旁分，但我有点分不过来，那我就是抹了这个造型乳之后再这样子分，它就会比较好的定在你想要定的位置。用了这个造型乳，发现它非常的好用之后，我就买了他们家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产品，就是这个长条状的。它是一样的东西，可是它带了这个刷头。那这个刷头真的非常的方便，就是比方说我今天可能这边有这小撮毛，然后它本来可能是很散乱的，那我就是这样把它梳过之后，就可以把它整理成一个有漂亮质感的蟑螂须。或者说像我额头很常有这种碎发，然后我就想要把它顶过去，我就梳一下就好了，是不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完全不考验技巧？所以这两个真的是我近期很喜欢用的整理头发的好物。如果你们也有碎发的困扰的话，可以去试试看。下一个呢是这个 Givenchy 的蓝色的提亮液。这个是我之前冬天的时候买的，那时候我没有很常用，可能是因为我冬天的时候肤色会变得比较白，然后那个时候用的时候就觉得没有特别的提亮啊，就好像效果没有到那么的大。但直到最近夏天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说，比较容易显得肤色黄，那我再来试试看这个蓝色的提亮液有没有很好的去黄的效果。结果就真的觉得哇，它让我的皮肤回到了冬天的时候那种比较透亮的感觉。那它的用法呢，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局部去使用就好了，它不太适合你整个脸去使用，我觉得会变得比较有一点不像你的真实肤色。那我的用法就是都像在面中这边，眼下到面中这一块而已。那它呢有一个限制，是我觉得你如果今天要上粉底液，那你要在粉底液前去用，因为如果你在粉底液后去上的话，它很有机会会毁了你的底妆。那我平常是只上隔离乳，我不太上粉底液，所以我的用法呢就会是上在隔离乳之后。那用完这一支，我会再用粉饼，用个大刷子，可能整个脸刷过去，匀个粉这样子。所以呢，你要根据你的底妆的选择来决定这一支要用在哪一个步骤。那这一支呢，它的提亮效果是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它是透过蓝色去矫正你面中的黄嘛，所以它会感觉让你的面中这一块变得更加的透亮，也比较蓬。那这个就非常适合干肌，你今天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再多上一层那种提亮的粉，因为可能很容易让你这一块显得很斑驳。那这种时候你就用这种液状的矫正颜色的方式，会让你的整体的肤色感觉是均匀的被矫正、被提亮了，而且它是液状的，所以并不会造成你的脸上有多一层干粉的负担。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要注意的事情是，我觉得它干的速度其实有一点点的快，所以最好是你先上完这边，你就马上用那种手指粉扑，然后赶快把它拍开，然后再去上一遍，然后再把它拍开，不要等到你全脸都上在你要的位置，然后一个一个慢慢拍，你就会发现你最后拍的那一块呢会比较难去拍匀，比较难去融进你的皮肤。下一个要介绍的呢，就是我现在就是上这一支很漂亮的唇膏，这一支真的是自从我买了它之后，如果那一天我希望自己长得很漂亮很精致，我就会拿它出来使用。这就是 Chanel 的这个双头的唇蜜，这支真的是怎么可以把这个罗米棕色调得这么好？而且你看它是管身什么颜色，它上出来就是这个颜色，完全没有任何的色差。然后我现在这个是唇蜜的部分有一点掉了嘛，然后还是可以随时再补上去，你就可以恢复到看起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嘟嘟唇的感觉。之前 Kansas City 的影片中，这个片段用的就是这一支，然后我在上一个影片的这个片段用的也是这一支。
然后我是一个正常的暖皮，我没有特别的偏白，也没有特别的偏黑。它是一个不管你今天是晴天啊、阴天啊，你在太阳光下还是你在室内光，它看起来都非常漂亮的一个裸米棕色。它不会因为说是一个比较淡的裸色，就显得你的气色好像也比较不好，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裸色。再来呢，是我最近买的一款鞋子，就是这个，哒哒 ，Crocs 的凉鞋。这个前段时间应该是超爆红的吧？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这边好像完全没有缺货的问题，我非常顺利的就买到了。这双鞋子我觉得真的很厉害的地方是，它的底真的很软，非常的好踩好走，然后它的后面是有一点点厚度的，就是相较于它前面这边有稍微厚一点，而且它的这个包边是有一点硬度的，所以不会说真的整个太软到你不好的施力不好走，完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而且它很跟脚，它不会说你穿上去走路的时候很容易就是不小心就是脚后跟踩到外面，因为有些鞋子可能因为版型的问题嘛，或者是这个系带的设计等等，很容易你的脚跟就是会跑出去外面。但这双完全不会，你就是穿着这样走的时候，它是很能够贴着你的脚去完成你的走路的动作。那这双鞋很红，就是因为它防水嘛，但它同时又做得非常的时尚。那这也是我觉得它很厉害的点之一。我刚刚去换了一套衣服，给你们看一下黑色这双穿上脚的感觉。我很喜欢这双带出来的都会感，它的夏天感比较少一点，可是它很适合就是配个全身白，然后带出这种很简约但是很好看的风格。然后我买的时候呢，因为它的白色在特价，好像是半价吧，所以我也直接就是再买了一双。反正黑白两色都很好搭嘛。那它最新款出的好像是一个有一点点 off white 的颜色嘛，那这个呢是比较纯白一点。白色这双真的就是非常的夏天，一穿上我都觉得自己要去海边玩了。但其实黑白两色都不会错啦，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好搭配，真的就只是看你今天的装扮比较适合哪一个颜色而已。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要特别提醒一下的是这个，它大拇指的这一圈，我觉得它是有存在感的，它不至于到磨脚，也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可是如果你自己平常就是不太喜欢穿夹脚拖啊，或是任何在脚趾有圈一圈的这种设计的话，那这一双你一样会觉得这里是有存在感的。那我自己不会觉得它不舒服，但是如果你们很在意的话，要注意一下，最好去试穿看看，再决定要不要购入。下一个要推荐的呢，是我最近刚看完的一部很喜欢的影集，叫做《The Day of the Jackal》。那这是一部英剧，男主角就是 Eddie Redmayne，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男演员。那这部呢，他饰演的是一个独立接案的杀手，然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杀手，然后他也拥有一个家庭，也有一个小孩，那他就是有点看来过着一个双面的生活。那因为他的技巧别人远远比不上，然后他的作案方式又非常的特别，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是一个抓不到的人，然后他也是金额非常昂贵的一个杀手。那直到在这个影集的一开始，他的一个案主就违约，没有依约定付款给他，他就开始去追查这个案主，然后同时呢，他杀掉的目标人也引起了一些怀疑，然后开始被国际的探员在追查，所以就开始了一整个影集，就是探员在抓他，他在抓案主，然后他还要躲探员，这一个猫抓老鼠的游戏，就是非常的紧张刺激好看。那这部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点呢，就是它的色调非常的漂亮，就是你们可以想象那种漂亮的欧洲电影，那这一整部就都是这样子的氛围，然后它的音乐也非常的好听，我觉得整个看下来就是一个视觉跟听觉都很享受的一部影集。然后它的剧情也很紧凑，所以你就不知不觉的一直跟着这个剧情，然后去很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部剧呢，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角色就是 Eddie Redmayne 在剧里面的老婆，她就是饰演 Money Heist 中 Tokyo 的那位 Ursula。她在里面就是非常的漂亮，然后性格非常的果敢，我觉得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角色。那当然就是这个老婆呢，她有没有发现她老公的真实身份，以及她是怎么面对她生活一直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不一样的危机，她会怎么去处理，也是这部剧一个很大的看点。总之这部真的是近期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影集。这部剧目前就是1季，然后第2季已经宣布续订了。
好像是今年还是明年就会播了。台湾的话，我不是很确定哪个平台可以看，但如果你在美国的话，Peacock可以看。所以如果你也是很喜欢这种悬疑类的啊，然后办案啊、杀手啊这类风格的影集，然后同时又很喜欢那种漂亮的画面感的话，那我觉得这部影集你会非常的喜欢，推荐给你们。那今天的影片就是这样子啦，很快速简短的跟你们分享了一下这2个月我用到很喜欢的东西。希望如果有收到你们的话，这些产品你们也都还买得到，那我就会非常的开心。好，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